顾晓咳了一阵子，他有些哽咽的红着眼眶，带着委屈的神情避开了陈小娟的目光。就为了一个渣男，顾晓吐出了令陈小娟非常不快的话。陈小娟再度拿起桌上的饮料扑了过去，顾晓来不及遮挡的狼狈样，让陈小娟痛快地说道：我已经跟你说，叫你不要再管我的事，你却跟我说你以前跟智胜搞过暧昧，你跟我说这个做什么？你到底想干嘛？想要我离婚吗？顾晓抹了抹脸上的饮料水渍，愤怒地对陈小娟说道：我管你跟那渣男要不要离婚，你过得不好关我屁事。陈小娟听到顾晓的话，冷笑了一声：你现在说这种话已经刺激不到我了，我的婚姻都被你毁了。我毁了你的婚姻？明明是那个渣男对不起你，你怎么会怪到我头上？对，是我多管闲事，我不告诉你他干了什么好事，你就会什么都不知道，维持你跟他的假面婚姻。但这样真的幸福吗？你真的想要这样吗？听着顾晓辩解的话语，让陈小娟难受的心脏都痛了起来。难不成她现在过得好吗？知道这些事让她如此不幸，顾晓也都无所谓吗？她看着顾晓的理直气壮，她心里不断地冒出怒火。但在想到自己唯一的孩子王明阳，她的理智已无法再被怒火吞噬。她清醒地说出自己的难处：我跟他还有一个孩子，我怎么能离婚？你行行好，别再管我和智胜的事了。你以前怎么跟智胜搞暧昧的？我不想知道。你既然以前不跟我说，现在跟我说也没用了，因为我还是得为了孩子着想。顾晓像是也想到王明阳这个孩子，他动情地卸下怒容，只是很委屈地说着：我真的是为你好，可你竟然为了一个男人跟我翻脸。我不想听了。陈小娟见顾晓能是坚持己见，她不想再继续跟顾晓搅和。我的话已经讲得很明白了，你听清楚就好。陈小娟话说完就起身离去，她的背后传来顾晓歇斯底里的声音：陈小娟就为了一个男人，这样值得吗？当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，陈小娟才摆脱那纠缠自己的声音。现在在她的心里有了第二个疑问：她跟顾晓是怎么从闺蜜走到这一步的呢？她感觉爱她的人其实根本都不爱她，但她爱他们啊，他们怎么都要伤害她呢？她怎么会真心错付了呢？比起王志生，让她更难以理解的是顾晓这个人。她有时都不知道顾晓是不是真的把她当姐妹，她好无助。漫无目的地在阳光明媚的市区街道上走着，陈小娟想起了顾晓曾经对她说的话：为什么我觉得不错的男生最后都会喜欢上你呢？那时还在读大学的他们，面对顾晓的话外之音，陈小娟根本听不出蹊跷，只觉得顾晓像是在羡慕她似的，让她觉得自己被称赞了，有些不好意思地回应道：才没有，你男朋友就喜欢你啊。其实陈小娟说出这样的话，她是无心的，但她既没有正面回答顾晓的问题，却也掩饰不了自己像被夸赞的虚荣心。后来才知道，他们当时各自的男朋友是一对异卵双胞胎的兄弟。当初他和顾晓两个人实在是太过要好，也好似一对双胞胎，因此当双胞胎兄弟热烈追求他们时，他们便同时答应交往。一开始他们会一起双双出去约会，慢慢的就变成陈小娟那一对单独出去玩。过不久，同学之间就有传言顾晓跟男朋友分手了。陈小娟那时沉浸在恋爱的喜悦中，
他根本无暇在乎恋爱以外的事。直到有天，他回到学校宿舍，看到房间只有顾晓一个人呆坐着，他忍不住上前关心地问：小小，你吃晚餐了吗？怎么一个人坐在这？顾晓听到他的话，有些幽怨地看着他，就开口说道那句令陈小娟记得很久的话：为什么我觉得不错的男生最后都会喜欢上你呢？也许是陈小娟当下的回复太过敷衍，也或许她真的说出了什么。那时的顾晓忍不住哇哇大哭了起来。到后来他才知道，原来当初那一对异卵双胞胎兄弟想要追求的人都是他陈小娟。因为哥哥先追到了他，弟弟才选择退而求其次的跟顾晓交往。但弟弟没想到顾晓很珍惜那段感情，很用心地对男方付出，让男方心生愧疚，只好坦诚自己根本没那么喜欢顾晓，选择跟他分手。这件事很严重地影响了顾晓对爱情的自信心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只要是他觉得自己有好感的男生，都不想介绍给陈小娟认识。渐渐的，顾晓变得跟陈小娟疏远了，他们的友谊生变也一度成为同学之间的谈资。一直到毕业后，陈小娟跟那异卵双胞胎的哥哥分手了，而顾晓顺利进入家族企业工作后，陈小娟成为面对毕业及失业的职场新鲜人，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才稍微缓和。陈小娟以为彼此经历的是一场青春疼痛的校园故事，是可以一笑而过的回忆。现在她才意识到，原来顾晓不是这样想的，他们其实一直保持不太靠近的距离，根本无法体会彼此心里的疼痛。手机显示光明之家群组传来的讯息，说明周末的聚会时间。这是陈小娟一直都有在参与的心灵课程。在她的婚姻开始变得脆弱时，幸好接触了光明之家，能让她稍微喘口气，才能继续坚持这段婚姻一直到现在。此时陈小娟发现已快到小孩的放学时间，她想着今天不如不让小孩王明阳上安亲班了，她难得今天请假可以带小孩去吃点好吃的，再带小孩去走走逛逛。她想着很多理由让她可以拖延回家的时间，因为她不想让小孩知道父母又吵架了。她也没有心理准备可以面对王志胜，她知道小孩是无辜的，所以她不想要小孩面临家庭破碎的痛苦，生活在不幸福的家庭里。这种事她不希望发生在小孩的身上。